跟着我们特派员一起来到黑布利山。艾丽有猴子猴子，这水很漂亮。也会经过28座的桥，41座的那个山洞，整个山景真的很漂亮。我们要登上黑布利山，然后一路搭着6种交通工具，真的有风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南特派员艾丽，我是特派员 Linda。你这次要出任务，带我们去哪边啊？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北路，大家一定都会想说，来北路就只能来看雪，对吧？北路这个地方呢，4季都可以来。春天呢可以赏樱，夏天呢可以看满山野谷的绿木，秋天呢来赏枫，冬天呢来看不同景点漂亮的雪景。类山黑布12月到4月下大雪的关系，会封山。4月中旬呢到6月就会开山，让大家来看最漂亮的雪墙哦。会带大家直接到黑布利山的山顶。 去看最美的瞭望整个北路赏枫最漂亮的地方，还有松本城跟合掌村，还有兼六园，这都是很知名的景点。你来日本的北路，如果没去到这些景点，你等于没来的。我们今天一下飞机之后，其实我们就跟着我们的大巴。 然后其实来北路啊，我觉得有巴士在或是有交通工具在是非常重要，因为路途都比较遥远。那从大巴其实到我们第一个景点黑布利山搭小火车大概是1个半小时左右。那如果你搭电车可能要更久，要2个小时。巴士呢就可以一边享用我们的午餐之外，也可以就是搭着车看外面的现在目前的特色啊，还有景点。刚刚每个人都有发好多东西耶。对，我们除了便当之外，还会提供大家1瓶绿茶、1瓶矿泉水，还有1颗苹果。苹果超级大，一定要让大家先在第一餐就吃到最好吃的苹果，还有茶，还有好吃的日式便当。那我们今天第一站就是要来搭小火车哦，跟着我们特派员一起走去搭火车喽。 Go Go！ 艾丽有猴子哎，猴子，它这里就是山上啊，所以它其实这边就很开放，也不会限制说动物不能进来。一来我们就看到猴子，我们刚刚路途上还有看到乌鸦，哇直接往塞，上走，超酷哎，直接红屁股的猴子哎。 我们现在要等搭小火车的时间，我们是搭1点51分的。那因为我们跟着团体，所以它那边的窗口上面都会写你是一般客还是团体客。我们是到团体窗口那边去集合就可以了。哦，哎，那我刚刚进来啊，有发现有很多猴子的一些图示。没错，其实它这边的吉祥物就是猴子，所以我们看到它有些就是告示牌，就是讲说，哎，这附近会有猴子哦，所以大家可能要小心。然后大家会看到，就是它这边的东西。 几乎都是跟猴子有关的，就是小猴子的东西，超可爱的。我们会有一般的普通客车跟逍遥客车。普通客车的话，它是完全没有窗户，但如果说比如说冬天来比较冷的话，大家怕吹风，就可以搭这种逍遥客，这是有窗户。 我们刚刚搭上火车之后，看到那个新山堰桥，就最漂亮的那个桥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第2座红色的桥，那边其实就是宇奈月水坝。刚刚有一个长得很像很欧风的那个城堡，它就是新柳河原发电桥。那桥是为了要让猿猴，就我们刚刚看那个猴子，它可以轻松的过2个地方，所以它那个桥是特别设计给猿猴用。哇，这水很漂亮哎，超级清澈。 像天气下还比较蛮热的关系，枫叶还没有开很多，但是它的整个山景真的还是很漂亮。这边你会经过28座的桥跟41座的那个山洞，对，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可能拍照会经常会不小心就是拍到旁边的桥，但是其实看风景还是很漂亮。 现在在猫鼬站，那其实它的火车最后一站是那个举平站，但是因为地震的关系，所以它从猫鼬站之后这段都还在整修。那这边下来呢，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展望台，可以让你走上去看一下它这里漂亮的风景，那就是算让大家来出国放松的地方。对，它就是有点类似就是猫抓老鼠的概念，那边有那个设计一个拍照的地方，可以让大家可以去拍照。互动的感觉。对啊，坐右边是不是有点优势？ 对，因为其实我们去啊，它是主要都是让我们看右边的景。你想要拍很多照片，请你偷偷告诉你们，一定要上来就先抢右边的位置。火车站是跟台湾的阿里山是姐妹桥，所以我觉得算是到日本来看一下跟阿里山不一样的风景，很漂亮。 艾丽早安啊！我们现在在哪里呀？我们现在呢来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我们要登上黑布利山啦。就是我会先到我们的立山站，
然后一路搭着6种交通工具到最后的善泽站。那这整路上呢，大概会花1个小时至2个小时的时间会登上山去。那呢，我们今天来呢，虽然天气不是很好，但我们还是会很努力的带大家去看我们骊山整个最漂亮的赏枫的景点哦。对，我们现在一起 go 往山上去喽。骊山站，这有超级长的，它整个就是斜面的，它很陡哎。这个真的是来爬山的，喘了吗？完蛋了。而且空间算蛮大的，真的很斜。のためやむを得ず急停車する場合がありますので，是不是很像在搭游乐设施那种往上的感觉？有一种等一下会玩 G5 要往下。我到了美女坪，为什么它叫美女坪？以前就是有一个女生，她暗恋上了一个山上的男子。因为其实以前要登山是非常困难的，不像现在就是有些有开发过。到一半之后就是她累了，她就有点算是为爱奔走天涯，后来就死掉了。好感人哦！对，所以凄美的美女坪这个称号，我们也是算是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上来，所以我觉得美女坪名字取得非常好。美女山，那就是我们现在左手边这棵最大的树，其实真的蛮高的，而且它前面还有一个就是小的神像，然后也有一个小小的财香，就是进财，大家就上来的时候可以许愿。那你要许愿吗？我单身，那个请那个美女山帮我求一个好姻缘，希望我今天求完如果成功的话，那个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它旁边都会有这个 QR code， 上面会有英文、繁体字跟日语。真的想知道自己的故事有多么的精彩，就赶快扫这个 QR code。那镜脸侧面蛮帅的。他在你旁边哦，不好意思。什么？你刚许愿，你就对，刚许愿就是好像看到帅哥哎，这么灵验，这么灵验，所以那个各位来美女坪一定要来这许愿。我现在就是开始越来越往山上走了，现在越往上，真的枫叶超漂亮，超多哎！就虽然今天是下雨天，然后再搭车上去看，可能比较没有这么清楚，但是像雾蒙蒙的一片，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枫叶，真的很漂亮。这里就是我们搭到赤塘坪的地方啦。然后这边的最知名的就是我们的雷鸟，它车站旁边就有伴手礼店，对，扭蛋啊，伴手礼店，这个没有来到没有买，太可惜了。雷鸟冬天的样子，夏天的样子，雪貂，超超级可爱耶！这是真的耶，每一只颜色都不一样，怎么办？24号没了，跟你同一天出生太多。对啊，为什么我觉得它有点像蜡笔小新？你说它长得眉毛，骑进来之后，旁边这边有一个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就是会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整个黑布利山的一些故事啊，还有包含这只像雷鸟，它其实现在已经算是日本的保育类动物了，它现在越来越少了。你们知道雷鸟它会有2个颜色吗？它在春夏秋冬它会自己变得不一样的颜色。那夏天看到它的时候，它就会像这只一样，会是黑褐色的颜色。那冬天呢之后变成雪墙样子，它就会变成全白色的样子。因为雷鸟其实就只有日本才有，所以来这边的话可以跟它这个雷鸟的脚印去赤塘坪的展望台，听说那里可以看到就是最制高点的立布黑山。我们刚才上去看一下立山黑布黑山是什么？立山黑布。来到展望台这边的整个看过去，哇，真的就是最顶端呢。不过今天真的是因为下雨天，蒙蒙的雾一片，我觉得走上来，我刚午餐已经消耗完了。立山玉殿的泉水，这就算我们口中的山泉水，而且它是真的可以直接喝。我们现在这边就是赤塘的最山顶啦，3300公尺的地方。然后呢，它这边就是虽然今天下雨天，天气不好，雾雾的看不到，但它天气好的话，你可以看到整个
立山的那个山顶的这个部分。到这个展望台最上方就是有这个免费的照片可以拍，他们有专门的摄影师带着专门的相机，让你跟立山黑部的雷鸟一起合照。而且照片上面会写你今天来过的日期，立马10秒钟就印出来了。第3个交通工具是无轨电车，全世界最后一个无轨电车。之后呢，这个电车就会换成全新的样子了。这部呢是从1966年开始搭到现在，它已经承载了1920万。它到11月底就要结束了，它的工程生腿。它这个电车啊，它的最上方它有一条电线拦着它，那它所有的通电方式啊，其实方就是透过那条电线。但因为它现在采购的方式越来越困难了，如果要维修啊什么的，就比较不方便，所以它之后会全改用就是不用架空线的现代电动巴士取代。这个啊，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搭的立山黑部的空中缆车。那它这个缆车呢很酷哦，它因为在空中上，所以它旁边还有让你看，就是它的绳索是用怎样子的等级。那它用的是第4等级的缆车，就表示它其实很坚固。它有云海的时候照下来的那种像极光的那种感觉，就是春夏秋冬它搭缆车到的样子。它这里有帮你展现了雪墙最漂亮的样子。重点是这个雪墙啊，东南也会开卖这个行程哦，所以赏枫完结束之后一定要来参加雪墙的行程哦。我们接着就要从大关峰搭到我们的空中缆车到黑部平啦。那这个呢，交通工具是第4个。哇，超级雾面，雾中的美，就是可以还是很漂亮的，很这里呢是黑部平的黑部平庭园，这里能见度高很多，这里至少看得到漂亮的风景呢，一定来这边多拍几张。有个小秘境大家有看到吗？下去超多枫叶的，我偷偷下去看一下。算是比较少人会注意到这一条。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看看之后在上面走的就不走下来了。就是黑部水坝，我刚看到那边是完整的水坝，这里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整个黑部立山的行程能见度最高、最漂亮的地方，真的有枫叶，水坝的那一部分整个一半全部都是枫叶，超漂亮的，而且还可以看得到就是水啊，然后水坝的样子跟枫叶。很诗情画意，真的在台湾很少，就算我们去水坝附近好了，虽然也是在山上，但没有办法看到像现在这么辽阔又漂亮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就要搭电气巴士到最后的善泽站啦。电气巴士就是最后第6种交通工具了。我觉得走到最后，这里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景点。我们早上大概8点多到的吧，到现在这个时间点，看一下现在几点。现在已经要2点了，等于说几乎有半天5、6个小时都在这边，但我觉得很值得。建议大家在最后一站的时候再买纪念品就好，不然前面像我们就是买了很多，然后大包小包提着，然后到处要拍照啊什么什么，都得先把它放在旁边。那我们这一次立山黑部的行程就告一段落啦。那接着会带大家去看北路其他知名的景点，一起跟着我们到处去看看吧。